Hello，各位茶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跨界茶话间，我是阿峰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，说实在，连我自己看到剧情的时候都忍不住皱眉。有的时候，人与人之间最怕的不是敌人，而是那种披着闺蜜外衣的军师。他嘴里面每一句话，表面上是替你打算，背地里却像是安排好的一场局。但问题来了，谁才是真正被操纵的？谁又是真正清醒的？当大家都以为他会黑化的时候，这个角色却选择了一条最不意外，却也最令人惊讶的路。不过等等，这一切并不是那么简单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，不只是一场8点档的爱情转折，而是一个人如何从受伤的他变成了成熟的他。到底他拒绝了谁？又为什么要在这一场对话里面愤然离去？更重要的是，那个看起来无害的闺蜜究竟藏了多少的算计？我们先从一点点线索开始说起。故事的背景呢，是最近热播的8点档《好运来》。这出戏主打的是家庭跟感情交织的剧情，角色之间的爱恨情仇密密麻麻，错综复杂，连网友都说这根本是大脑体操。边追剧边开小笔记来做记录。其中一位角色玉心由何贝贝饰演，她原本是剧中比较受苦、经历情伤的女子。当初她的回归还被网友疯狂猜测，这次一定是黑化回归，要来夺爱了。你说为什么大家会这样想呢？因为她回来的时间点实在太微妙了，刚好是洪轩跟乐乐的感情升温的时候登场，又搭配上官方释出的玉心 2.0 的标语，气氛营造的太暧昧，让观众满脑子小剧场。但玉心真的要当小三吗？她的 2.0 进化到底是往光明还是往黑暗？还是说有人早就安排好她该走哪一步？慢慢的，我们发现真正的关键人物其实另有其人，就是楚轩饰演的丽芬。丽芬这个角色说她是闺蜜有点太简单了，她眼光精准，计划缜密，一眼看出江家拥有庞大的财产以及企业价值，立刻锁定了目标春发，由游安顺饰演。他不只想自己搭上资源列车，还想把玉心推去跟洪轩、吴正浩凑成一对，好让两家亲上加亲。说真的，他的这一招感情联姻的战略真的高明，表面上是关心玉心幸福，实际上却是在安排棋局。只要玉心跟洪轩成了，乐乐就会自然边缘化，而他也可以稳稳的做江家的盟友地位。但问题是，玉心是那么好操纵的吗？来，接下来这一段才是整个故事的重要转折。当玉心渐渐地察觉事情不对劲，终于从丽芬那里听到了端倪。原来丽芬早就想把她嫁进江家，还暗中推波助澜，破坏乐乐和洪轩之间的感情。这个时候，玉心并没有被情势逼到墙角，也没有顺从所谓的安排好的幸福。她冷静又坚定地响应：我不会破坏别人的感情，也不会再听从你的话。这一句话在当下简直比甩巴掌还震撼，因为他不只是拒绝当小三，更象征一个人的成长和觉醒。丽芬一听到当场傻眼，整盘棋局瞬间崩盘。玉心的这一愤然离去，不只让丽芬措手不及，也让观众们松了一口气。这位曾经受过伤，也曾经被操控的女子，终于不再任人摆布了。那我们回头看看这出戏里面的这场情感布局，是不是很像当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某些故事？你会发现在不少的戏剧和真实新闻里面，所谓的闺蜜军师角色越来越普遍。他们通常站在我为你好的立场，出点子、牵红线，帮你挑对象，实际上呢，却一把把你推向深坑。像去年某女星因为闺蜜撮合，终于陷入一段不伦恋，最后身败名裂。还有那种假装介绍对象，实际上自己偷偷跟对方来往的案例不胜枚举。再看看历史剧场，从《甄嬛传》里面的
安陵容到《如懿传》里面的嘉贵人，这种表面关心实则害人的人设，简直像是时代永恒标配，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？这类角色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，就是因为他们代表着人性中灰色地带，他们不是全然的恶，也绝非真正的善，他们的可怕在于让你在毫无防备之下一步步失手。不过讲到这里也不能太沉重，我们来点轻松的。最近网友在评论好运来的这段剧情里面，简直像是在参加感情逻辑奥林匹克。有人说玉心如果这个时候跳进横刀夺爱，我就把她的照片烧掉。还有人说丽芬的角色根本现实生活当中的某某，我有个同事就是这样。甚至还有网友发起丽芬语录大赛，最热门的一句话竟然是我不是帮你，我是成全你，笑话死我了。这不就是爱你但爱得不明不白的极致表现吗？但说到底，大家其实都想看到一种东西，那就是人在经历痛苦之后，能否真的学会成长。玉心这个角色无疑就是编剧给我们的答案。他没有因为伤过一次就变得更复杂、心机、偏执，而是在情感当中保留自己的温柔和理智。他知道自己该爱什么，拒绝什么，这样的人才是值得被爱的人。最后的真相其实很简单，何贝贝这一次回归好运来，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黑化真爱，而是为了呈现一个受过伤也依然愿意守护爱情底线的角色玉心。在他得知丽芬的意图之后，选择不仅不成全对方的阴谋，更是用行动告诉观众，我的幸福我自己定义。而这种坚定，这份不随波逐流的信念，正是玉心 2.0 最宝贵的进化。观众们也在留言区给出了满满的肯定，玉心还是天使心，她长大了，不再盲从了，这才是真女主该有的样子。我们能感受到的，这角色不是只演戏，而是在现实当中那些被迫选择的你我，递出一份勇气的证明。所以说，真正的幸福不是来自别人的安排的好运，而是你自己拒绝坏运的那一刻。最后用一首小诗来总结今天的8点档人生戏：闺蜜话语似甘霖，暗藏心机笑里阴，拒绝非是无情意，清醒一瞬见光明。各位茶友们，你们有遇过像丽芬这样的帮你安排幸福的朋友吗？你是玉心派还是丽芬派？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这一类深入又有悬念的剧情分析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跨界茶话间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，支持阿峰继续为大家挖掘更多背后故事。另外，视频下方感谢按钮也是鼓励创作者的一个方式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